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子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是在云南拍戏是吗？就是在拍《三剑迷回》。对，这部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P 剧，而且之前也会有动漫的部分。就可以聊一下你这部剧的就是人物的特点，以及说你当时选这部剧的时候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就我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伊萨，然后她呢其实就是人如其名，她是一个就是蛮飒的一个独立女性，非常典型的外冷心热。开始跟她接触的时候，她是一个自我防护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女孩，因为家庭的一些变故，然后所以她其实你刚跟她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冷冰冰。她也是一个就是有情有义的人，就是后面你就是真的就是走入到她内心以后，然后她也会有一些小女孩可爱的一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觉得她身上跟你的特质有哪些是特别一样的地方？其实跟我还是蛮不一样的，因为我平时是性格非常活泼，很爱一直讲话。她其实是一个，也不是说文静，她就是比较那种酷飒的一个女孩。对，她肯定不是像我这种小女孩的感觉。你的人物可能是从你自己内心深处里面去找到这个人物特质的。你会觉得自己内心深处里面跟这些人物会有什么样的交集吗？就是每一次。我觉得我跟窦钊的交集就是说，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乐于去帮助其他人的一个人。像以前可能是那种就遇到困难，我就觉得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困难踏过去，但其实我现在就遇到困难，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绕道走呢？我不参与了呢，这个事情另一条路可能也会走得很好，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较真了。然后窦钊其实他就不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跟他比较重合的地方。江桃花的话，我觉得和他契合的地方就是我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我觉得这本身也是有点矛盾，就是我不是一个较真的人，但是如果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值得，或是说我觉得我应该，所以我就不会放弃。江桃花就是一个无论在困境中怎么样，就他也不会想放弃的人。现在是不是有自己的选择空间？现在确实是有。那对你自己来说，在有选择空间的情况下，你希望自己接什么样的一些剧本？或者是说你希望自己在你的事业上有什么样的提升？是因为现在其实可能要跟团队商量，跟老板商量，然后大家去共同决策，去看看，去评估哪个戏可能对于当下来说我们是最好的选择。以前是会为自己去争取各种角色，现在还会像以前那样写小作文给到导演，想要争取一些角色吗？其实不会了，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剧他们要开拍了，他们保密做得很好。他们公布开拍的时候人已经定好了。其实不是说自己不再愿意为自己去争取，而是没有空间为自己争取了，因为你很多东西你都是不知道的。会不会因为导演跟你接触的过程当中觉得你的性格体系里面不太属于那种杀伐果断的，或者是说因为你的性格太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当演员的一个爽点，就是你自己可能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但是你可以去挑战那种跟你性格不一样的角色，然后呢去感受它，然后呢因为你想演得好，你想就是更贴近这个角色，你就会逼自己去更好的去感受这个角色，然后去做你自己，在剧情里面去做你的自己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就不可能去做的决定和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还挺爽的，所以其实我就很想演那种就是不讲道理，因为自己太讲道理了。对对对，完全不讲道理，也不想听你废话，只要你敢反抗我，我就一刀把你给捅死。这种角色，我觉得天哪，这个才是我想象中那种就是当代女性爽文，真正的爽文。对，其实我是问过很多演员，有些演员说我就想要演一个跟自己性格反差特别大的这样的角色，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就希望挖掘自己本我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子怡是希望其实演一个跟自己性格迥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特点。其实我没有怎么太接比较本我的角色，但是可能也跟就是比较本我的角色找我的也不多有关系，确实也没有看到过什么本子觉得好像特别特别本我。如果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本子我觉得特别特别本我的话，我觉得我们会优先去接的。因为我相信就是你这个角色如果跟你自己非常像的话，你一定会演得更好，你演得更好，那可能就是对剧和观众就会更负责任。但是在没有就是这种特别本我的角色来找我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更想去选择一些就是反差更大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演的时候会有一种爽感。
你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角色吗？目前为止，其实我演的角色我都蛮喜欢的，就是从去年开始吧，这2年间接的角色我都挺喜欢的，他们对我来说是比以往的那么多年里，跟我自己比啊，都是有一个提升的，对，所以其实我还真的挺爱我这2年演的角色的。会去复盘一下以前的角色，觉得如果换到我现在演，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或者是会，当然会。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意义，就是当你看到以前那些比较青涩的演技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遗憾，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拿到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演得更好。如果你放到好多年前的自己演的时候，你可能也是在拼尽全力的去演，但你可能你的高度就在这里，你只能演成这样。但是可能像现在的话，视野也更开阔了，阅历也比以前多了，你就会知道怎么能演得更好了。你之前来过云南吗？来过。这次在大理，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像之前来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长时间的居住，大理就真的还挺漂亮的一个地方。这里其实有很多人文的东西以及它自然风光的东西。其实我们说到大理，就会说到一个风花雪月，它特别有浪漫的气息在里面，包括洱海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是的，是的，在丽江，然后呢有一个就是鲜花馒头，它就是说左手馒头右手写诗，就是它的一个宣传语，然后我觉得很浪漫。因为这里有说上关花下关风，然后苍山雪洱海月，正好是集合了风花雪月这样的一个概念，4个景，就特别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地方。而且大家都会说这里是一个爱情之都，那其实也很想听听子怡对于爱情的这种看法。你会觉得什么样的爱情是你觉得特别心仪的爱情？我觉得是共同成长，然后共同进步吧。我记得你接下来有新戏要上九重子是吧？对，它里面的爱情其实是很让人觉得特别的欣慰的，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共同。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九重子里面窦钊和宋墨的爱情，其实也是我会比较向往的爱情。就他们也是一个就是共同成长，然后互相帮助。我有一句台词说的是，我可能不是一个你的好妻子，但我会是你的好伙伴。我很喜欢这句台词。子怡后面的2部戏都是大的 IP 戏，而且基本上粉丝的群体非常多。对于这2部戏，你有自己什么样的期待吗？很简单朴实的期待，就希望播得好。对，而且人物形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桃花映江山跟九重子的人物形象是不太一样的。不一样。就是窦钊他是就是上一世且不说了，但下一世就是其实他是一个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呢，她已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一个小女孩，再加上这一世宋墨对她也算是一见钟情，可能有点夸张，但基本上就是2、3见就钟情了的一个这样的爱情。然后呢，又对她很好，父亲后期就是也很疼爱她，然后她还有自己的好姐妹，她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个角色，还挺爽的。像桃花映江山，江桃花她所有的努力，她都是为了活着。他就是想活着，就非常朴实的想活着。就2个是完全性格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人物。因为窦钊的性格是说，我想把我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我有能力的话，再去帮一帮其他人。但是江桃花就是能让自己好好活着，他就已经很开心了。他还背负着一些就是家国命运，就希望自己的弟弟也可以好好活着。他其实是蛮悲惨命运的一个人物，对，他会比窦钊苦一些，我觉得。演戏的过程当中会让你有一些出不来的状态吗？那肯定是有，但是其实就是那些比较重场的戏，就人生中有那么几次我会忘记我自己在演戏。对，就完全很沉浸，非常沉浸。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喜欢子怡了，因为会觉得跟你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综艺的部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特别真实的你，甚至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智若愚的这种表现。就你会看到这样的评价吗？我看到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被抬得太高了，好像也没有站到那么高的高度。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很多苦恼的地方，包括到现在可能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说错什么话。但你特别真诚的是，其实你在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有发生的这个部分，但可能在那个当下发生并不是对你特别有利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还是会为自己发声。对，
你觉得如果回到过去，你还是会那样来做，是吗？会，如果回到过去的话，可能某些事情会发生的更快。当公众人物在面临这些争议的过程当中，你曾经怀疑过自己吗？那肯定是怀疑过，就是你都不需要就是大家来评价什么，其实你自己就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吧，就你都会去怀疑一下自己，去想说，这件事情做的是不是有点不妥，或这场戏是不是可以演得更好。你会让自己降低期望值吗？我降得非常低，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件事情就是想到最坏的结果，它只要稍微好一点，你都会很开心。但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想得非常好的话，它哪怕没有那么不好，它只要没有那么好，你都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觉得，对待万物吧，对待这个世界，你都不要将期待值拉得太高。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降低对自己伤害的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成长是和解还是改变？部分和解，部分改变吧。因为我们经常在说，成长就是把原来的自己打破，重新揉拔出一个新的自己。就像我们老子说的，说不破不立，大破大立。你会觉得，其实自己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经历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吗？大的改变其实还好，但我觉得小改变就是在每天的日常都有在发生。你平时会觉得自己的状态是属于特别自洽的状态吗？还是说其实你有时候也会内耗？会内耗，但内耗的时间很短，我会控制内耗的时间。因为我记得你有个采访说自己翻篇很快，对，怎么做到的？这其实是很多人都想要学习的。就是告诉自己，你就把自己当做一个系统，你就是告诉自己，就是这个没有了。那在你的计划当中，你会规划说未来这段时间我需要先完成哪些事情呢？其实我不是一个会有长远规划的人，我会有就是很短时间的规划，可能就是半年的规划或是1年吧。那我就会告诉我说，那最近可能看到了什么，然后这个什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去学习人家，我可能也会得到一个提升的话，我就会在这个短的时间去跟我的团队说，我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知道子怡在圈里面人缘特别好，还行吧，就是朋友也特别多，怎么做到的这样的好人缘？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在圈里的工作嘛，那大家其实都是想要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更好一点，但是其实在这个市场上的蛋糕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把它想作是一种就是大家彼此之间的竞争，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更多是就是大家一起去为了自己的梦想也好，或者是说有责任心的想要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也好，大家一起去打造更多的更好的作品，我觉得才是大家应该共同去追求的目标。其实我原来我觉得我可能用一根筋形容会比较准确，但是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一根筋，我会分不同的事情去不同的处理方式去对待我觉得这个是成长带给我的一个意义。这或许跟你的星座也有关系吧，因为我知道子怡是射手座 O 型血，射手座是属于特别乐观的、热情的、独立的。但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已经上升了，我上升是摩羯座。但是你 O 型血又是特别理性的，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勇敢的追梦者，但是你又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实干家。对，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以前可能就年纪也小嘛，你就会有很多天马行空啊、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不会，现在就是觉得，我踏踏实实的做我现在手头上的工作，好好去演，就是我能接到的戏，我也不会有就是太多像以前那样，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或者说我一定就是想演什么戏。现在不会，但我现在一定会努力做好，就是能给到我的机会。如果现在的你跟你20岁出道那会儿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想要说什么？好好坚持你自己的梦想，然后走好你要走的路，放轻松一点，可以慢一点，但是要一步一个脚印。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钝感力的人吗？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个很钝感力的人。你是一个沟通能力特别强的人？其实还好，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就是跟我说的话，我不是很能听懂，我得反应一会儿。我的反射弧真的有点长，但现在好像比以前稍微短一点了。所以其实钝感力对大家来说，其实很多演员都需要有。其实它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双刃剑，有利有弊。因为你反应的比别人慢，所以你操作的就会比别人慢，这样你就会觉得是不是也蹉跎了一些岁月。但是我记得现在有一句话说，钝感力加上屏蔽力，人生无敌。那我可能还我觉得蛮无敌的。你的状态就是这种特别无敌的这种状态。但是你这个无敌的状态，其实它是体现在一个维稳的一个状态里，但是我想要提升啊。我虽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于现状的人，但是目前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到了我的一个人生需要提升的一个年纪。对，所以其实最近其实也思考了蛮多的，然后呢也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再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吧。可能跟很多人来说，他性格体系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焦虑的这种状态，因为很多人在会问到说演员很敏感，那演员的敏感是不是他一定内耗？因为敏感的人一定会感受，感受的人一定会内耗，一定会去思考说，哎，别人说的什么话，但是你会去屏蔽，自觉的去屏蔽一些负面的东西，屏蔽一些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意义的东西。其实我是希望自己可以稍微敏感一点的，我是分方面敏感，就有些方面很敏感，有些方面真的不够敏感的人。就这种状态是在演员的体系里面可能很少有的这种状态。你算是比较特例的一个人吗？那我也没有这样觉得，因为小的时候大家也没说这是钝感力，我妈一直觉得我缺心眼儿。因为我的性格就是那种不会想太多，就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做减法。觉得人生你说大家的工作压力是有的吧，挺累的，特别是大家如果想把工作做好，那你的压力就会更大，因为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就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其实真的已经很大了，那很多东西其实你不要就是想那么多，我觉得可能你自己会舒坦很多。就像你说的，你可以屏蔽一些不太好的声音，或者你告诉自己可以这个绕道走。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性格养成的部分。别人的评价，别人的一些言论会伤害到你吗？外界的一些评价呀，如果说你完全不在意，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是有多在意吗？其实没有多在意。对，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你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就想做明星。对，那时候对于明星和演员有什么样没概念，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样的。真正当你自己演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职业。之前没有当演员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羡慕，因为小的时候其实就喜欢看古装，所以这可能也是就是影响了我现在就是也是比较喜欢拍古装，因为小的时候就看很多古装啊，看那些七仙女啊什么的，我天哪，我说她们好漂亮，她们飞来飞去，我就觉得就是很神奇，你知道吗？他们的爱情故事也经常能打动我，特别是我看的那些就是仙侠，他们之间的那个阻碍可不是很虐是吗？对，他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其实已经也没有什么父母的阻碍了，那之前可能有一些父母的阻碍，但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些仙侠，你就会觉得他们之间的阻碍是天，对，是天地的阻碍，然后就觉得这么难他们还能相爱，就会觉得他们的爱情实在是太崇高了。小的时候就觉得太好看了，然后后来自己当演员以后就会发现，它是我的职业，然后我要认真的去相信它，完成好它。但是其实我仙侠接的并不多，其实我还是想尝试悬疑吧，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是没有尝试过的，还有民国，对，然后其实这两个可能我们是有一些尝试的，对。那三剑迷回就是一个悬疑的，它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悬疑，它有神秘主义，对，它是很神秘的那种悬疑。其实我还蛮想接一个那种就是谁不服我就杀谁那种剧，就是疯得很癫得很，你知道吗？那种女性。之前的梅超风算吗？她算一个，但是我们这一版的梅超风她不是那种乱杀人，你知道吗？也不是说就是我看你不顺眼我就杀你，她是就是报仇，她是个执念非常深的人，所以在我这里我觉得梅超风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她并不是一个大魔头类型的女生，所以其实我很想演那种就是大魔头类型的女生，就看你不顺眼咔就给你杀了。然后这个剧反正这种剧情至今我还没看到过，期待以后可以看到过这种剧情，然后来找我。因为从小其实你是众星捧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到了社会以后你会觉得其实是受到了打击了吗？那肯定，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受到打击的状态？就是觉得，原来这个世界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然后呢，在这个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人都可以惯着你。后来你就会越来越的意识到，只有靠自己强大，才会得到大家的尊重。你会逼自己成长，然后逼自己去更加的优秀。你有退缩过吗？曾经？但倒是没有。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在面临到困局的时候都能有这样的韧劲，能够坚持下去。其实可能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觉得哪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那么大的困局。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吧。就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子怡现在越来越受欢迎，大家会越来越喜欢你，很多的人都会有聊到说子怡觉得路人缘越来越好。你是会觉得是自己的改变，还是说其实大家的一些观点，包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所谓的价值观都有一些新的调整？我觉得现在观众就是越来越宽容了，就他们可能允许就是各种性格的人存在。我不是一个坏人，我也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也挺有趣的，所以我觉得喜欢我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有遇到过你觉得在社会上有一些很假的人吗？那肯定啊。那面对这样的人，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你碰到这种人，你不可能一下子你就会发现他是这样的人，可能你跟他接触，你发现以后，我觉得你就是敬而远之吧，可能是一个成年人非常体面的处理方式。那如果不拍戏的话，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躺着睡觉，对，休息，对，放空。对，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出去玩，就我是更喜欢就是在家里躺着的，就是我是一个挺懒的人。我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热爱工作，就是我发现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我不会觉得累，我也不会觉得辛苦，但是我空闲的时间里面，就是我能躺着绝对不坐着。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一定是非常热爱我的工作，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居然感觉不到累。那你现在会把自己的时间排得很满吗？不用我排，就是挺满的，团队就把你排满了，整个时间就挺满的，没什么太多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在当打之年，你就是应该去很努力。因为而且你很快乐，因为在那个当下就没有觉得你特别疲惫、特别的倦的这种状态。下班那一刻觉得很倦，但上班的时候都觉得还就是挺有活力的。但下班那一秒就会觉得自己都要榨干了。但是工作的状态就是提一口气，是吗？会有这种状态，躺床上就能睡着。但我是那种，就如果说我连续休息个2天，我就第2天就开始得要失眠了。但我要是每天都工作很满，我躺床上就能睡着，就挺开心的。我觉得现在就是挺充实的，而且我觉得大家每个阶段真的会变。就我可能去年我都在想说，我是一个非常安于现状的人，我要能一直保持这样，我就会无比开心，我就是全天下最快乐的人。但是今年我重新在做我自己的人生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努力一点，然后再提升一点呢？可能我会更快乐。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就是每一个采访对我来说都很有意义，因为它其实是在帮我记录我每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当下的想法。其实我现在的想法已经和去年不一样了，我相信明年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可能和我现在也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帮我记录我的成长，我思想的成长。刚开始的时候就拼命的想要努力的去接一些戏，然后后面变成越来越佛系，而现在是有阶段性的、有目标性的去找到自己拼搏的力量。对，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你在每个阶段找到了自己可以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相当于。对，我觉得就是量力而行，然后活在当下吧。我觉得就是人永远就是也不要太埋怨自己，或者说后悔觉得以前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每一个选择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你当下觉得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和最正确的事情。所以即使有遗憾，那个遗憾也是真实的状态。对，但是我觉得你永远都可以期待以后的自己。对，因为其实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其实我没有想到我还会拥有现在有的一切，所以其实我很珍惜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也觉得很幸运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永远对未来的自己拥有期待，因为可能未来的你自己真的会给你自己一个惊喜这也是
在督促我们，就是说当下的自己一定要很努力。因为其实人生本来就不是一条直线，嗯，人家说人生就是一条抛物线，就你的人生一定会遭遇到这种起起伏伏的这种，只要你在你的低谷的时候不放弃，可能你的将来，我觉得就是起起落落 OK， 但当你自己起的时候，不要太飘，不要忘记自己还应该去完成什么，好好走自己脚下的路。但是当你落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太否定自己，因为你怎么知道明天、后天或是明年、后年你不会更好呢？他们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就是会努力想让自己过得更好。咱们这个群体就是在刚出生以后，你的这个心里面就种下的这个希望的种子，就是说我要努力让我自己过得更好。